嗨，各位，好久不见！距离我上次频繁发影片，就是游学那系列影片，已经过了1年多了。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就来跟大家交代、分享一下这1年我发生了什么事，还有为什么我会消失。那今天的影片呢，我想要换个有氛围感一点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去海边。我现在先把头发绑成包包头，不然去海边一定是被吹得乱七八糟。我现在来到了外澳海滩。虽然我不会游泳，也很怕水，但我真的很喜欢海边。这1年真的经历了太多事情。大致上来说，我被一个疯狂粉丝跟踪骚扰，后来在打官司，然后就这样我毕业了。我开始了我毕业后第一份正职工作，继续打官司、开庭，然后工作，然后我离职了，然后就是现在，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说话。穿球鞋来海边真的不是一个好决定。这个时间线先从跟踪狂的故事开始说起。这个疯狂粉丝他一开始传讯息给我是在2023年的9月。一开始这个疯狂粉丝是打了一大串，就是说他很喜欢的影片什么什么之类，传到我 FB 粉专，但我 FB 粉专本来就很少在开。结果呢，我才1天没回，这个疯狂粉丝竟然寄了 Gmail 给我。你知道寄 Gmail 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多不寻常的行为吗？因为如果你今天要传一个属于聊天性质的内容，不太会有人传 Gmail。其实从他打字的用字遣词，我可以知道这个人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所以在我发现他隔天寄 Gmail 的时候，我其实就没有想要回他。然后呢，他隔不到1天又寄了 Gmail， 然后这是传了30分钟长的语音讯息。正常人不会传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语音讯息，还传30分钟吧？如果你今天传给你朋友一个5分钟语音讯息，大概他都会想要扁你。然后我就没有回复，对方就在我 YouTube 影片底下留言骂我。后来他又不知道怎么样加到我的 LINE， 然后再用 LINE 传了30分钟的语音讯息给我。到这里其实我都不想管了，想说我也不是第一次遇到怪人，通常放着不管就不会有事。哦，太阳出来嘞！直接讲重点，我发现我铺陈太多了。就是这个疯狂粉丝从台南搭车到我的学校找我，但我没有见到他本人，是我的同学、学姐、学妹说有一个人一直找我，还在宿舍楼下站了一整个下午，然后去系办到处问说我什么时候上课，认不认识我，然后我才知道有这件事情。后来他透过我同学转交了一个邀请函给我，然后这个邀请函是去参加他家神明的生日庆典。好，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我该报警？是不是？跟你们说，我没有报警，我活该。好，老实说，一个是我觉得报警很麻烦，然后我抱持着一个不知道哪来的想法，觉得说，好，虽然今天对方是个大学生，正常的大学生应该知道这样子的行为是骚扰人的行为，但我们今天就假设他不知道好了，所以今天我好好跟他讲，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子了呢？然后呢，我就回了 email。跟对方讲说他这样的行为造成我的困扰，如果他再这样子做的话，我会报警。然后我想说这样应该有吓到他了吧？然后对方收到我这个 email 之后跟我道歉，然后开始请了我说他因为这个心情很不好，中秋节会没办法烤肉，你要不要烤肉关我屁事啊！我昨天烤肉忙到不行，我都没时间睡觉，在那边处理这种烂事。好，总之我之后就是没有理他，他又继续一直传 email， 然后我最后传了1封跟他说，这1封是我最后传给他一次，请他不要再做这样子的事情了。然后这样一路到11月。他突然又传了 email 给我，说我在影片里骂他、霸凌他。我想说，哇，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我要骂你？结果他就是说我有一支陪伴型 vlog， 那时候是我在讲说我有一个朋友的事情，他就自己带入，觉得我在讲他，然后就是说他都不知道我这么在意他，就说我这样子公开骂他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我怎么会变这种人？第一，我不是在讲他；第二，那影片根本没有在骂人，好不好？你们看我哪一个影片？这是我第一次在骂人的影片，好不好？又讲太多废话了。总之，最后我会去报警，就是因为有一天早上我发现我手机响，然后是对方打来的。那为什么他可以打给我？就是因为我的 FB 粉丝团的通话功能没有关掉，但因为从来没有人用 FB 粉丝团打给我过，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有这个功能没有关掉。然后我真的吓烂，然后我才看到他又用 FB 传讯息给我。就是在陌生讯息那边，然后就是说他知道我有话要跟他说，为什么我就是不跟他讲，然后他给我一个机会，命令我在几月几号12点前一定要跟他讲。反正那个重点就是
这个人已经疯狂到一个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的那种状态了，所以我才决定要去报警。我因为那个被手机震动铃声吓醒，大概有大半年我都有那个手机震动铃声 PTSD。好，扯远了，详细情形就不再跟大家说，因为真的太多了。我去警察局做笔录的时候，那个女警笔录做了5个小时，她还没打完，她打到旁边的那个同事就给她滴眼药水，太多了，就不详细跟大家分享了。不好意思，请问你们室外的座位除了外面那3桌，还有其他的吗？没有，就那对，谢谢。完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平日人会这么多。我其实到现在还是觉得，在外面拍影片，然后让隔壁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像我在菲律宾，我在国外，反正旁边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就觉得无所谓。但这里是台湾 ，Oh my god。OK，Plan B。要去做那边吃，一人当 YouTuber 的快乐啊！好香！我点了这个宜兰3星葱鸭爽的披萨，还有这个果汁，芒果、百香果、奇异果、凤梨，我也不知道我点了什么，我觉得非常的酷。没有很甜，很适合这种快热死的时候喝。还有加宜兰的那个荆棘耶，咸甜酸交错，咬到后面尾韵会那种橘子皮、荆棘皮的香气。OK， 刚刚讲到哪里了？这个疯狂粉丝他来私讯我的起因是因为我很久之前发了一部分享我被霸凌的经验的影片嘛。那我拍那部影片的本意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不管你的年纪是不是你可以自己去处理这件事情的年纪，但你遇到这些，你不要觉得是你自己的错，因为我以前会觉得是我的错。我的本意是这样子，我只想要传达这个概念。包括这个疯狂粉丝，包括还有很多私讯我的人，跟我分享他的经验，但是抱持着一个我应该理所当然要理解他们、帮他们解决的心态来私讯我，然后甚至我还有被一个小妹妹，因为我没有回她，她就来骂我，我以前被霸凌活该，我一定是假装的什么的，就是很偏激的这种人也很多。我开始检讨我自己，是不是我一直拍的影片呈现出来给大家一种我很温暖，就是一直在鼓励大家。对，确实没错，就会给一些人一些错觉，所以我会很像圣母般的去体谅、同情每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种感觉，但拜托，我也是人好吗？我又不是什么圣母什么。前面讲到说那个人给邀请函是给我学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人长怎样。然后到后来我空堂在学校图书馆，或者我在外面看到不认识的人在看我，就是会特别警惕，然后没办法放松的出去好好吃顿饭或好好走在路上。那我现在讲这些是我已经想开的状态，但我当下没有想开的时候，觉得拍影片就要一直遇到这些可怕又很烦的事情吗？不知道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但我一开始会想要拍 YouTube 也是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一个很喜欢分享的人，不管是分享生活中好笑的事、有领悟的事，哪一间餐厅好吃，各种事情，我就是很喜欢跟别人分享。所以才开始拍影片的。我后来 IG 更新的频率越来越低，我也不太发什么限时动态，所以我会想发现实动态，就是因为我想分享嘛。可是如果我发了，有心人士就会知道我常常去哪里，我的行踪。如果我今天回别人的私讯，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男是女，因为很多人用嚣张私讯我，其实我觉得女生都还好，但总之会不会因为我回他私讯，他觉得我特别关心他，而有一些其他想法呢？因为这个疯狂粉丝让我觉得这个账号后面的人不知道是谁，这件事情很可怕。之后会觉得我是不是好像没有那么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我是不是好像没有那么喜欢回私讯了？好，先讲到这边。跟大家小提醒一下，如果你有遇到这种跟踪骚扰的事情，不管对方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一定要去报警。虽然有时候报警怎么讲，通常你要被对方跟踪骚扰到2次以上，你才可以申请保护令。保护令其实也就是一张纸，有点像是说你一定真的发生了什么之后，你才会拿张纸，要拿张纸再发生了什么，那已经发生了嘛？法律就是这样子。偏激一点会说报警没有什么用，但如果你今天不报警，你就是什么都没有做，那就是不会有任何改变啊。我不知道遇过这种事情人有多少，我那时候也抱着一个我很怕惹怒对方会发生更可怕事情的心态而不去报警，但其实你不去报警，你就是永远活在恐惧之中，你也没有任何什么保护令可以来制裁这个人。我觉得报警这个动作本身就是让对方知道说我不是这么好欺负的，就算我也不能找什么私下找人去胖揍他一顿这种，但至少就是我不是就这样乖乖的被你骚扰、被你烦的那种感觉，那懂吗？所以如果你们遇到这种事情，拜托一定要去报警。
总之我报警的时间线是在2024年的1月，然后刚好那个时候隔几天我就要去菲律宾游学了，就是去第2次 LCIC。2月去游学的时候，除了继续被官司的事情烦之外，我就会一直在想说，哇，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我今天不拍影片，我要做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去游学找的代办就是维格游学，里面有一个对我很好的姐姐，她就是问我说，我这么喜欢菲律宾游学，你要不要毕业之后来当代办，继续推广菲律宾游学？因为也是分享我很喜欢的东西嘛。总之，我6月一毕业就去维格工作了。我现在走回海边去看海好了。原本我是打算要发一支跟大家道别的影片，但因为开庭的过程真的非常漫长，这件事情一路到2024年的7月中才真正结束。然后因为刚好提到我是6月多一毕业就去工作嘛，一开始工作有很多要学的，就是培训期，所以真的很忙，完全找不到时间可以拍影片跟大家解释这件事情。我也不想就随便发个现实来跟大家讲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因为对，就真的蛮复杂的。那我的工作是行销加顾问。我原本因为这个疯狂粉丝的事情，以为我很讨厌拍影片。我也因为剪影片身体变得很差，眼睛很差，常常肩颈酸痛到吃止痛药才能睡觉。但我因为进维格做行销工作，重新又开始弄影片之后，发现我还是很开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虽然很累，但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事情。然后才发现，我好像真的还是蛮喜欢拍影片的。总之，行销的工作我其实做得蛮开心的。反倒是业务的工作，我发现我的个性真的很不适合当业务，因为业务就是会一直接触到陌生的人，很常聊1个小时，会有一种灵魂被抽干的感觉。咨询的过程中，觉得自己很失败、很挫折，可是就是同事完全没有，因为我业绩很烂就责怪我，他们就是一直鼓励我，教我很多沟通的技巧。之中我有遇到很多人很好的学生，他们有很多很可爱想要去学英文的故事，也有很多开心的部分。那为什么最后我会离职呢？其实主管啊、老板、同事都是很好沟通的，要我讲出一个真的确切的原因，我也讲不出来。其实我到现在还是讲不太出来，但我只知道那个重点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花时间去了解自己。后来就是有一个我的朋友过世了，严格来说他是朋友的朋友，我们并不是那种就是很熟的关系，可是我一直很欣赏他这个人，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知道自己生活想要什么、喜欢什么的人。知道那个消息当下，我只觉得很可惜，就为什么这么好、这么努力想要完成自己梦想的人，然后这么年轻就这么突然的走了，我才发现生命好像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让我活得不开心。就是谁说每个人都一定会活到80岁？就是我说的活得不开心，也不是说因为这份工作让我不开心。不管是任何工作，一定都是忙的嘛。然后你当学生也忙，你要写作业，要准备考试。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很难有时间去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人生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你有特别想做的事吗？还是你想完成的事其实是别人的期望？还是你只是想要依照大家所认定的那种成功人士的人生去度过？就还是你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这是我一直想要问自己的事情。对，总之这就是我为什么离职的故事。简单来说4个字，就是我的人生规划啦。但规划目前蓝图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可能还在看龟山岛。好，总之这个离职的小篇章故事讲完了，也是讲有点久。但总之我觉得，不管你现在是大学，然后大学快毕业很迷茫，或是你工作到一个阶段很迷茫，每个人都很需要一段时间，就是放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或者是做各种你从来没有尝试但你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先不论它可不可以赚钱，可不可以养活你，去找一些可以让你快乐的东西。我觉得迷茫不只是对于说我要做什么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是我这个人，我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我这一生我想要过怎样的生活的那种感觉吧。工作感觉是一个其中不可或缺的区块，工作才有钱，有钱才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才能生活嘛，这是必然的。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说我一毕业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是我晚别人几个月，我就是输了一大截。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轨迹跟你的速度。我做游学这个工作也遇到很多人，他们是中间转职才想要去语言学校读英文，不一定是20几岁，也有
40几岁、50几岁都有。你的人生想要几岁做改变，其实都不会太晚，也永远不会太迟。那就只是你一个下定决心想要改变、想要尝试一些不同事情的一个转捩点而已。我觉得跟年龄没有任何关系。我在离职前其实也很纠结，因为我觉得同事就真的对我很好。如果我今天离职，我会不会造成大家困扰？我觉得真正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你今天做任何决定，你都不要觉得你会对不起谁，或是你是因为谁才做这个决定。你永远就是想着我是因为我自己想要怎么做，我才做这个决定。这样你之后你不会埋怨任何人，你也不会因为你害怕对不起别人，结果你最后对不起你自己的人生。牌一直是一个可以让我很平静的存在。大家如果觉得很迷茫，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往哪走的时候，你们可以在海边坐坐。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公布我影片的新方向。我很想要拍一个类似职业探讨的，例如开箱摄影师的一天，某某某职业的一天。因为我觉得毕竟工作占人生太大一部分了，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会活得开心。可以多让大家了解你们有兴趣的职业的不同的面向，或是给你们人生的职业更多选择。所以就很想要拍这个主题，大家可以在底下许愿，你想要了解哪个职业。大家如果有任何你们觉得我适合拍，或是你们喜欢看哪些主题，都可以跟我说。好，讲了非常长的故事，大概交代了我这一年。就是说，虽然还是不太知道做什么，